上个视频，我们带着大家来到了中国和朝鲜边境的图门市。这个视频，我们一起看看中国通往朝鲜的图门口岸，近距离观察朝鲜。由于中国和朝鲜边境的图门段边境线是通过图门江来划分的，而图门江只有100多米宽，所以图门和朝鲜的南阳市距离非常的近。我们在图门市区就能够看到朝鲜境内的情况。狒狒还用望远镜观察了这个神秘的朝鲜边境城市，在口岸附近也有很多朝鲜的特色产品可以购买。观察朝鲜，除了在口岸外，还有一个更好的观景点，那就是图门的日光山。在日光山的观景台上，朝鲜南阳市的景色一览无遗。以前无数次听过朝鲜很破败，当我们亲眼看到之后，才知道是什么情况。图门江这一侧的中国境内高楼林立，建设得很繁华，而对面的朝鲜第13大城市南阳市却几乎看不到几栋楼房，为数不多的楼房还是此前中国原建的，这些楼房上甚至还有烟囱，因为没有暖气，楼房呢也只能生火取暖，而楼房的玻璃几乎都有损毁，也没有办法换新，因为朝鲜工业能力很差，玻璃都是稀缺物品，所以只能用塑料袋来代替。下面就跟着文涛和狒狒一起看看这中国朝鲜的图门口岸，以及近距离观察朝鲜的南阳市。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在吉林延边的图门市，这里是位于中国和朝鲜的边境和朝鲜非常的近，只隔了一条图门江。那今天呢，我们准备来图门的这个边境线周边来参观一下这边的几座有名的国门。其实呢，图门市这边是有2个国门的，一个就是我们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是公路国门，然后另外就是再往前一点点有个500-600米吧，还有一个国门是铁路国门。这个公路国门我们刚过来的时候看到了它这个蓝色的铁皮围着，里面在修，所以只能从远处看一下了。然后身后的那个白色的建筑，大概有个6层高的那个建筑，那个就是中国的海关图门海关了。走，咱去前面看看吧。好，这个图门老虎商店是干嘛的？据说是一个给大家咨询的一个商店，你还可以在这2楼去看对面的朝鲜。哦，这样子啊。看到没？那个蓝色铁皮里面就是我们的公路国门，中国和朝鲜的一个。对，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啊，就是来到这边，有人喊你停车，千万不要停，因为到那个国门附近是随便可以停的，还有人是喊你要收费。他们路上拦我们的是要收费停的是吧？对。好了，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方案哦。那我们现在呢，就往图门江江边走走对面就是朝鲜的南阳市。其实呢，图门的口岸是非常大的，它是中朝之间的第2大口岸了，第一大应该是在辽宁的丹东，图门是第2大了。然后往前呢，它这个国门是被蓝色铁皮拦着的，但是这儿有一个建筑，听说从这个建筑上面是可以远眺到对面的朝鲜南阳市的。你看这些人把车都开到这儿了，对，路上还有好多拦着我们要收费停的，其实这边都可以免费停在这儿的。以前还可以一日游的，你看图门一日游朝鲜。对，我听那个我们酒店的老板说了，他说以前这边有很多那种旅行社，大概一个人几百块钱带你去朝鲜玩一圈，就1天就回来了。图门一日游朝鲜南阳步行街。中国图门朝鲜南阳，对面就是朝鲜的南阳。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图门江的江边，可以看到这边再往前就不能走了，这儿写了一个前方为朝境，严禁非法越界。这边还有一个石碑，上面写了个国境，前面都是那个拉的那个防护网了，我们现在就不能过去了，这是我们能到这儿的最后一个位置了。虽然现在这个公路的这个国门过不去，但从这个位置看也是非常壮观的，很高。然后那个国门最高的那个建筑最中间飘扬着我们的国旗。其实呢，图门这里的口岸是历史比较早的，早在1933年的时候那会儿还是在日伪时期，就已经建立起了从图门去南阳中间的一个跨江大桥了。
然后在1950年的时候，我们的新中国在这里就正式的设立了边境检查站，正式的成为了我们的口岸。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图们口岸这里主要是供双方的那个人员探亲流动，以及也有很多的货物运输从这里走的。我们再往前面走走，去看看，哎，这怎么扎了这么多稻草人呀？这个是干嘛使的？可能是让对方那边的人以为这边有人看着，不让他们随便越境吧。是这样吗？感觉像。我们现在站到这个位置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图们江以及江上面的跨江大桥。等一会儿我们去2楼，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图们江是中国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它的发源地就在我们前几天去过的长白山天池那里。从长白山天池发源之后呢，在中国是流经了延边州的那个合龙、龙井，还有这个图们，以及我们下一个要去的城市叫珲春。从珲春那里流出了中国的国境之后，又有个大概15公里的一个长度，最终是注入了日本海。那在我们现在站的这一段图们江是中国和朝鲜之间的界河，流出中国国境之后呢，图们江又变成了朝鲜和俄罗斯的界河。图们江的整个的长度是达到了525公里，其中在中国这一段是510公里，剩下的15公里就是在那个朝鲜和俄罗斯中间的那一段，也是界河。它最终是流入了那个日本海。所以呢，图们江也是我们中国唯一一条汇入日本海的河流。其实以前呢，这里有码头、有航运的时候呢，这里是通往日本海乃至整个美国西海岸最近的一条航运通道。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图们江还是挺宽的，大概有个30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宽度，但是因为是冬季吧，它这个水量不算特别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水面没有那么宽是整个的江面从这个岸到那个岸大概有300米左右。那熟悉历史的朋友都清楚其实图们江以前是我们中国的内河，在大概15世纪的时候吧，图们江这里是女真族的领地。但是到了1858和1860年这段时间呢，有一些不平等的条约，像瑷珲条约还有北京条约，把图们江的快到沿海地区的那一段划给了俄国。从此之后呢，中国就失去了就是图们江的这个通海权。那中国丧失图们江出海权的历史时期也是比较长的，一直到1992年的时候，由于中俄双方的一些重新的约定，才使得图们江重新可以通到日本海去。但是由于再往前面走那个俄朝双方中间有个桥特别的矮，只有7米高。另外就是下游河段由于淤泥的堵塞，使得那个江的那个盆底抬高之后，那边的通航能力是比较弱的，只能通行300吨以下的小船，太大的船那个吃水量就不太够了。这边有一个纪念品商店，叫老虎纪念品商店，很多来这儿的旅游的人都知道这个商店。你还是有什么米达？对，这边现在已经是汉语和朝鲜语双语在这边播报了。哎呦，有点滑呀！图们一日游，朝鲜南洋步行街，我们进去看看去。哇，商店还挺大的呢。我在图们很想你，到处都是这个，还是啥线？一过来就有好多的朝鲜族的冰箱贴，挺有意思的。这是冰箱贴吗？对呀，一看就冰箱贴。哦，这个民族服装跟我穿的还有点像呢。是，这边是可以免费看国门的。卫生间是免费的，还是说看国门是免费的？看国门免费的。上去看看吧。老板，这里为什么叫老虎商店呀？老虎商店，老虎，是王的意思。啊？王的意思啊。这老板挺搞笑的我以为这个老虎商店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老板说老虎是王，老虎就是好，意思好，所以就起个这名。说我想叫啥就是啥，就是啥。对，挺好的，自己的地方自己做主。看国门，望朝鲜。哇，这就进来了。好多这种朝鲜族的一些民族的包包服饰。能看到了。哦，这个位置好啊。很清楚啊。是的。
比我们刚才那好多了。好太多了。那边还有望远镜可以用，都是免费的。哦，太好了，先来这儿看看吧。好。哇，这也太清楚了吧！你稍微测测就能拍到那个国门了。是的啊。果然呀，还是2楼的视线要好很多啊。从这儿看这个江，确实是它这个江面很宽，但是里面有水的部分就是中间白白的结冰的那一溜。但是从这儿看这个桥就非常清楚了。这座图门江跨江大桥哈，这侧是连接了我们中国图门这边的口岸和国门，那一侧就是朝鲜的南阳市。跟我们河南的一样，南阳市字儿是一模一样的，南阳市。从这儿就可以看到对面的房屋超级清楚。其实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完全一样，那边的房子建的也挺高的，看着都有个6、7、8层那么高了哈。我听当地的很多人说哈，其实朝鲜那边的房屋也是我们中国之前援建的。然后这边有那个免费的望远镜，可以看看。我一会儿看一看。好看不？能看到朝鲜吗？哇，好清楚啊！我可以看到这个跨江大桥的尽头是朝鲜的国门，国门的最中心没有国徽，是2位领导人的照片，朝鲜的领导人的照片。能看到房子里吗？再往右边看，啊，这个楼挺高的，而且不只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眼前的这一排，1、2、3、4，一共4排房子。哎，确实是有些房屋没有装那个玻璃。哎，很奇怪啊，对面的朝鲜每一个房的房顶都有烟囱，它这是高层啊，要烟囱干嘛？你不知道吧？每一个上面都有烟囱，你知道原因吗？我知道啊。是他们在里面用那个柴火取暖。对，因为他们没有暖气嘛。哦，这样子啊。对，只是我们把房子给他们建好，他没有。那就比较麻烦了，他们得把柴火从1楼搬到6楼，然后每家每户在屋里各自去烧柴火取暖啊。所以这些楼就像一个形象工程一样。对，它这个每个烟囱上面都还冒着烟，里面都是住人的。普通人很难住楼房的。哎呦，真的是太近了！大家以后来图门的话，可以上这个老虎商店2楼看看，特别近，很清楚。今天真的是收获不少啊！这是我们距离朝鲜最近的一次了，因为我们这次来东北还没有去过丹东，所以图门呢这个中朝第2大口岸是我们到的最早的一个口岸了。离我们也就是50米，但现在过不去。这个口岸以前是开的，就这边有一些那种当地的旅行团会组织去那边1日游，还有就是两边的人员，2个国家人员是可以互相流动，探亲啊、走亲访友都是可以的。就是从疫情前关的，到现在还没有开，不过我感觉应该也快了哈。对，走。还挺期待以前的，还可以一日游。但是只能去南阳啊。南阳也算朝鲜的一个地方啊，还是不一样的。南阳其实规模还挺大的，朝鲜第13大城市了。对，距离朝鲜最近的一个学校了，图门市朝鲜族幼儿园。看里面小朋友玩的这些玩具，还有一个小操场，太近了啊！这个操场的后面有一栋楼，楼的楼下就是图门江，再过去就是朝鲜。我和狒狒沿着这个国境线在走，发现了一个小区叫口岸小区。他们这个小区特别爽啊，从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到对岸了。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角度就能看到，对面稍微远点那个黄色房顶的房子就是朝鲜的。对，口岸小区。不过我发现这小区它是新盖的还是怎么回事？怎么都空着呢？你看，家家户户的阳台还没装修完。是真的非常近。你看，离近的就是我们的小区，然后对面那个楼，这几个楼就是朝鲜的。就这么近，就隔了一条江，图门江。我们现在从公路口岸再往铁路口岸走，不太远，几百米，快到了。我看到了国徽，还写了2个字“中国”，那这个就是图门这边的铁路口岸了。是。哎呀，这个国门近呢，哈。这个口岸是可以参观的，对吧？对，因为现在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中朝现在人员不能走，但货物的运输一直都没有断。对，这个铁路啊，国门这里每天还来来回回的有那个运货的车啊。这边继新疆的吉木乃之后啊，我们又解锁了一座新的国门。
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中朝边境的图们铁路口岸啊！继前几个月在新疆的吉木乃口岸后，我们又解锁了一座新的国门。这个铁路口岸其实也是比较早的，大概是在1954年的时候，中朝双方有这样的一条铁路过去。这条铁路呢，可以途经图们的口岸，从中国把货物运输到朝鲜，或者再经过朝鲜的铁路再转运到俄罗斯那一边。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铁轨是直接通向了这个铁路大桥，直接过去的。国家之间是不需要去转轨的，因为中国和朝鲜的铁轨的这个尺寸是一样的，都是1435毫米，就是1.435米，就这么宽的一个铁路。我和狒狒在国门这边参观了一下，玩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吧，已经看完了。第一次离朝鲜这么近，有什么感想？就是感觉对面很神秘啊，因为没有去过，而且现在呢，我们国家去朝鲜旅游还没有放开嘛，对，就更加的心生向往啊！希望有一天我们能亲自的脚踏到对面的土地上去看一看。如果像以前这边真的是有一日游的那种项目可以参加。对，我发现这边有一个对联写的特别好啊，就这个国门下面的这个，左边是厉兵秣马保边疆，右边是枕戈待旦守国门。哦，真是写出了一代代边防人的辛苦啊！图们市的这个边境旅游这些点儿，基本上就在一条线上，先是那个公路国门，然后过来是铁路国门，再往前面走个300米左右，这边就是曾经的图们江码头了。因为以前图们江是可以直接出海的，码头就在这个位置。另外呢，码头的旁边就是我们国家的界碑，应该是86号界碑，在那个位置。现在的游客好多呀，围了好几层。等一会儿人少点，我们过去拍个照片哈。我发现这个界碑旁边哈，看铁路桥的角度绝佳，特别好。从这个位置哈，就可以看到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图们江铁路大桥。虽然这个桥连接的是中朝双方，但这座桥既不是中国修建的，也不是朝鲜修建的，而是第三个国家日本曾经修建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桥的颜色明显的就是两段颜色不一样，靠我们国家的这一边有刷得很干净，漆黑油亮的。那靠近朝鲜的那半截呢，那个上面就有些铁锈啊，锈迹斑斑的。所以应该也就是从中间那个桥墩，就是两个颜色分界那个位置，就是两个国家的国界了，基本上在图们江中心航线那个位置。是的。这块石碑哈，前面写的是图们江的码头，后面还有一段介绍。这边写了，这个是汉语和朝鲜语双语的。这边写了图们江码头原名叫鱼口坪渡口，至今已经140年的历史。从19世纪的中叶开始，此处一直是中朝边民往来互市贸易、原木集散，还有这个捕鱼者云集的重要渡口，直至20世纪30、40年代。中朝的公铁大桥开通后，此渡口逐渐的废止，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嘛，那个公路的口岸是1933年差不多就有了，然后那个铁路是1954年建的，公铁大桥两座桥都通车之后啊，这边慢慢就没有啥人了。其实以前呢，两岸的人就是通过这个图们江航运，用那个小船只来往往去做生意的，就在这个位置。这个码头这个位置挺好的，你看两边都是，咱们这边这个滩窄一点，对面朝鲜那边那个滩涂很宽啊。对。下面写了一个界江内禁止电毒炸鱼。这个2009应该是年份吧，2009年竖的这个碑啊，哎呦，真是我们从那个新疆那边的边境口岸啊，一般都是10以内的界碑，这边已经到了86号了。在图们江码头这里啊，我还发现了一个这种半圆形的物体。这个半圆形的建筑还是这种迷彩的材料，应该就是以前哨兵站的位置吧。只有这一个，然后左边呢就是图们江界碑，后面的桥就是铁路大桥。再转过来看一看这一侧，这一侧有一条路可以上到一个山上去，这个山叫日光山。
这个山上啊，也是去欣赏远眺图们江的风光和对面朝鲜南阳市的一个很好的角度。看山上的观景台，也有很多游客在那边拍照了。我们现在开车上山，去日光山上面去看一看。我从下面那个角度啊，看到上面的观景台已经里3层外3层挤满了游客。日光山的海拔不算高啊，我看下面的人说只有300多米这个海拔，但是如果说是徒步上山的话，还是有点累的。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车上去。经过多方打听啊，我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观景台所在，也给大家探个路。就在那个雕塑公园往下山方向走，大概50米，右手边有一条土路，从土路那儿进去一点点，有个停车场，然后从那儿走这个木栈道就进来了。啊，这个位置真的好近啊！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对岸的那个喇叭在里面放着歌曲，还有一些人在喊话。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哇，我们眼前居然看到了对面的朝鲜人，好多。在那边是个操场，在活动还是干嘛的？还有人在这个公路旁边走。我刚用肉眼看没看清楚，结果用摄像机7倍镜头一看，全部能看得到，挺好玩的。哎，他们这个楼和楼中间没有马路呢，是土路吗？对，他们路有就边境有一条公路，而且你看那边还有一条公路往那边走了。对，那边是出城市，好像是盘着山往那个更加内地的方向走。对，我想想，哇，这个观景台的视野真好呀！站在这儿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远处的那个公路大桥，还有离我们比较近的铁路大桥。你看这个铁路大桥中间这个颜色的分界就很明显了哈。不过我感觉江水好像主要在靠我们这边的，他们那边那个滩涂宽一些哈。这个南阳市的规模倒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小。从我们这儿看过去呢，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一排是有1、2、3、4、5，大概5、6排比较高的房子。后面的房子虽然矮，但是面积真不小，有一大片区域。我看到有关资料上介绍啊，说南阳市是朝鲜的第13大城市。曾经的就是朝鲜的领袖金日成，他的夫人老家就是南阳市的，就在这儿。哇，好近！我们现在都能就听到对面，不知道是学校还是什么机构的那种广播声音很大，放着音乐，很明显的那种朝鲜族的民族音乐的风格。对，感觉是下班了，因为这个点5点左右哈。但是我发现，虽然就是只隔了一条图们江啊，但是它左边的这个山上都没有树。我们这一侧的树非常的茂密，他们那侧又光秃秃的，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现在在中国的图们市和朝鲜的南阳市中间这个观景台，我们这个离边境线非常的近，看我们下面就是那个国道，旁边就是边境线了。然后能看出来两边城市规模差别还是挺大的。图们呢，我们这边虽然图们是个边境小城吧，而且人也不是很多，但是整体就像一个城市一样的。再看朝鲜那边，就除了前面几栋小楼房，别的都是特别矮的房子。我刚刚也拍了挺多画面的，给大家看一下。反正就是那边特别的矮，就除了前面几栋楼房，那个楼房也是很破败，上面那些玻璃都碎掉了，然后还是用烟囱来生火取暖的。感觉虽然住的楼房还是平房那种取暖的方式挺落后的。除此之外呢，这个南阳市就这么点儿了，还有一条路通过那个山拐出去，别的地儿就没什么，感觉没什么建设。有一点就是这是一个政府机构还是干嘛的，反正是当地的一个比较算是建的比较好的一个建筑了。然后旁边还有个工厂，但那个工厂的顶也没有了。能看到啊，那么大一个肯定是工厂烟囱。哇，我们看到朝鲜那边好多人，就在我这个位置，看好多人在动。从观景台这里看图们市也非常清楚啊，你看图们市就很明显的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啊，在这样一个算是面对着河的一个三角区开口的位置啊。哎呀，真是太近了，太近了！都不知道朝鲜这个旅游什么时候能开放啊？我们也挺想过去那边玩的啊。感觉这些楼哈，就是为了中国的游客去参观的。
所以建了一些，是吧？你的意思是那种门面上的对建筑，所以把它整得高一点，后面就矮了。对，吧我刚才说了嘛，你看后面的就特别的矮。刚才有很多就是当地的那个像出租车包车师傅呀，他们来这边就说是，这个楼啊是我们中国去援建的。那最早的时候，他们一片都是那种矮房子，一层的那种，像这些楼都是后来修的。他们朝鲜的这个建筑风格还是挺特色的。不过呢，朝鲜跟我们中国朝鲜族。都是同源嘛。我们朝鲜族这边的房屋也是这样子，就是大概上面有2个大的这种斜屋顶，再到侧面来会有一个小屋顶，就是水会这样子有一个落差，也有一些层次感，还挺好看的。感觉现在这图门江已经开化了哈，在这儿视角就特别的好，能看到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差异，还有双方的一个铁路桥和公路桥。其实我现在看着这个图门江，我想的更多的就是这条江。我们下面就是码头，其实明明以前这是可以直接出海的，到日本海去，现在就……哇，我们现在还能听到朝鲜那边的广播。我和费已经从那观景台过来了，往出走了大概几十米了。应该是他们学校的广播，因为我刚才从上面把镜头拉近，他们有一个学校，好多学生在那儿打球，不知道是篮球还是排球，一直在拍打球呢。有什么感想？看完之后？客观评价啊，朝鲜肯定是那边比我们图门这一侧，不管是从这个城市的规模还是城市的建设上，看上去是要小和落后一些的哈。但是南阳市也并非是我之前想象的那么小，那么一点点。其实它这个整个市区的面积还是可以的。它前面就是靠江这一侧有很多的高层，后面就是平房了。但是呢，我在观景台往下面看没有看到几辆车，我只看到了政府大楼跟前呢有一个车开过去了，其他的地方就全都是行人在走，偶尔看到了一个自行车，就是他们那边整个就是现代化水平还是差一些的。日光山华严寺路还不好走呢，不好走，这会儿这个上层呢消掉了，下面还是冰，所以更滑了。现在大滑了。我们是4区，雪地胎还大滑。这边已经很少有车过来了，雪都没有化掉。我们开车沿着日光山旁边的山路一点点绕上来了，发现了这边有一座朝鲜族风格的寺庙。那刚刚我看了一下门口的资料介绍说是这个寺庙的名字叫做华严寺说这个华严寺呢是全中国唯一的一座朝鲜族风格的寺庙。这个寺庙是在1913年的时候由朝鲜族的大师水月建立的。这个真的跟我们去的年级那个朝鲜族民俗园差不多，它这个风格你看从左边到右边那种圆圆的亭子，再过来这个屋子的房顶很像是吧？很像的。在日光山，除了能看到朝鲜城市的景象，还可以探访中国唯一一座朝鲜族的寺庙——图门华严寺。华严寺坐落于日光山顶，建筑有恢宏的山门、大雄宝殿等，整个寺庙的风格都充满着朝鲜族的特色。来到日光山，到华严寺转一转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们来的时候雪很大，华严寺的楼梯又多，上到山顶真的很不容易。大家来的时候最好挑选一个好天气。从华严寺下来，我们就结束了在图门的行程，下一个目的地就是中国、朝鲜、俄罗斯3国交界的珲春。